好，我们今天来久违的玩一下东方的神秘势力。虽然离上一次玩也才过了半年，但是这个新版本更新之后，我们还没有玩过中国的红色派系啊。之前玩的时候都有点太极限了，这次我们就说点简单的套路，这样也方便新手玩家掌握。本期视频我依然是使用了朋友制作的和谐模组，大家不用想太多，我们只是简单的游戏教程。这边还是简单收个硬币，本期是正能量视频，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投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教程。硬币投的越多，我更新也会越快。开局我们科技依然是先把这个火炮研究出来，没有火炮我们就没有伤害。然后工业把这个生产效率拉上来。开局的8个师直接开训练，只有当我们所有部队都在训练的时候，我们才能最大效率的获得经验值啊！所以前期不要太珍惜这些枪。开局3个军工全部造枪，如果觉得造的慢，可以再拿一个工厂去找苏联买一个钢。多余的这个民工造什么都没用啊，随便点一下就行了。当然也可以提前把这个铁路给它往右边连一下，以后可能有用。虽然说这局玩的简单一点，但我们还是尽量赶一下时间啊。开局先不点国策，我们攒一下政治点数，最快速度正当化右边这家阎老西。前期先不造部队了，因为我们这局并不准备去跑马校长，我们直接按住 Shift 键，加上前线画一个元帅线。到了13号，我们直接正当化，收复核心地区，只要125天之后就可以开战了。然后继续攒政治点，准备正当化下一家。到了1月31号，我们攒到了37点，正当化下一家，只要185天。收复核心地区这个战争目标是能帮我们节省不少时间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点国策了。我们国策的顺序还是优先把这个科研槽拿到手，然后再把稳定度给拉上来。接下来无事可做，我们一直挂机到开战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开局要训练？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比较小，所以开局训练获得的经验是比正常大国多一点的。前期想通过训练攒到5点经验应该不难。很快到了5月18号，我们就可以开始宣战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经验值还不够，目前我们训练每天能获得 0.06 的经验，大概再等个几天就能有5点经验了，所以可以不着急啊，先不打。毕竟我们打完这家之后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打下一家，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可以再去正当化一下盛世才了，也是180天，毕竟我们现在只有一家正在正当化。到了5月22号，我们这边就可以停止训练了。之前都忘了画这个计划线了，只有这个线画出来，我们才有这个作战准备加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计划值。攒到的5点经验值，我们可以用来编一个异营旗。不过这次我们并不是要跑马校长啊，毕竟是考虑到新手要学习，所以我们这次的骑兵师只是简单拉出来用来镇压的。可以先造10几个，帮助我们待会儿跑一下3马。原地站个2天，我们组织度回了1点，直接宣战吧。这边可以5速跑的，毕竟 AI 它也不会怎么动。这个时间点旁边这个3弹武者啊，他顶多只有4个师，所以不用太担心，我们直接横着跑就行了。每个部队都按住 Shift 画这个预操作的线，这样他们就会跟着这个线跑出去。下面这2个部队先不动，如果看到他的部队动了，我们就去粘住他，牵制让他动不了，然后开启时间即可啊。如果怕部队跟着这个线乱跑，我们可以解除师任务。这样的话，我们就单独享受计划线，而不会乱跑了。这边出来就撞到了这个山西军团啊，我们可以不管他，也可以选择强行打他来牵制住他，这样他就动不了了。
其余的部队继续走。这边可以优先把这个太原拿下，这样的话能获得一个军功。因为这些地都是我们的核心地，所以是没有这个镇压的，我们是能直接拿到军功。科技的话，我们接着研究一个密集型工业吧，这样的话产能高一点。然后可以先点这个支援武器，也可以选择点这个科研速度。如果考虑到长久打算，我们可以先点科研。我们这一路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偶尔会碰到1-2个，不过没什么说法。如果不小心被对面的部队给粘住了，我们可以选择后退。后退之后，我们这个部队的移动线就变成黑色了。这时候我们再右键一下前面的地，它就会向前撤退了。为了防止它这些部队乱跑，我们可以提前给它粘上，粘住了之后它就动不了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追随这个移动不定的绥远了。因为这个延老西的地太少，所以它的这个战争分是很难算的，我们得把它的这些小地块全部踩了才可以。这边是直接脱离绝境了。下一个国策我们就先把这个稳定度拉上来了，不然稳定度太低，后面会爆恶性事件。接下来的科研可以先研究枪，也可以先研究这个支援武器，区别不大。可能初级的枪我们造起来便宜一点，数量上得来，但是前期也没必要。这边直接全吃，毕竟都是核心，没什么好想的。然后所有部队再重新画一条元帅线，还是 Shift 加前线，他们会自己迅速填上去。现在这个正当化还没好，我们还得原地等个40天，只能说走的有点太快了。打完延老西之后，我们实际上已经和这个共产国际接壤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先和苏联要一个互不侵犯，然后军通也要到手，方便我们待会儿直接加他的阵营啊。旧版本要互不侵犯，主要是怕他给这个盛世才派志愿军，但是经过许多版本的更新之后，苏联前期是不能派志愿军的，所以无所谓了。好，到了这个8月4号，我们准时正当化好了旁边的3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正当化一下波兰了。当然，你没有听错啊，我们要打的就是波兰。可能很多人没想到，这期线路是我专门为新手玩家设计的。如果我们一开局就去和校长硬碰硬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失手啊。我们这次就挑个简单的来打啊，先把波兰灭了。然后我们再去打一下德国，然后再去打一下同盟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很快速度的拿到很多工厂了。等我们工厂非常多的时候，再回头去帮校长，应该就非常轻松了。这边直接宣战西北3马，然后所有部队从上面溜走啊，他这个位置肯定是填不住的。直接开溜，然后我们之前放的这15个骑兵师也可以一起拉出来了，只造这15个就够了，毕竟只要收复一下左边这几块地就行了。先不着急，我们先把他的所有部队给他粘住，所有部队前进即可，每个人找一个部队给他粘住就行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简短的跑马，这个跑马应该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只要不停的按 S 键分我们的部队即可。主要就是最快速度把它地踩完，这个换兵的速度有点快啊，可以换一下将，不过区别不大。我们接着往下点这个国策啊，经过蠢驴的修改之后，我们现在的消费品工厂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们点这个茶镜棒棒糖应该不用多想啊。可能有些人玩的贪一点，不过也无所谓，大家各有各的玩法。跑的时候多按几次 S 键，能跑得更快一点。这个骑兵师跑完之后基本上就没用了，以后可以给我们做镇压部队。这边还有一个天水，给他拿下。很快这个西北三马就投降了，然后我们依然是全吃。全吃之后，同样是把所有部队给他填到前线去，依然是可以选择元帅画元帅线。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工厂应该非常多了，可以开始先造点火炮了。毕竟我们待会儿要去打波兰，没有火炮我们肯定是打不动的。这边选择的军工机构是太原兵工厂，能减少3%的花费，还是挺香的。我们这局主要也是赶时间，如果大家喜欢慢慢打的话，可以提前收复一下下面的高原地区。中正式步枪研究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它换上了，毕竟属性比一级枪好。我们多的政治点数可以先安排这个军事参谋，也可以选择先切这个战神经济。当然，改这个征兵法案也是一样的，毕竟现在开的这个按要求服兵役扣了我们太多的产出啊。这边我还是选择安排一下陆军奇才，它能给我们加很多的经验值，方便我们待会儿直接改编制。正当化好盛世才之后，我们直接宣战。接着我们再正当化一下波兰左边的这一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胡子啊。为什么要正当化他？这个原因就有点烧脑了。因为我们现在想要加入苏联的话，这个热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蠢驴改版过，现在加入阵营需要这个距离，我们距离离苏联比较远，所以扣的分比较多，就需要我们把这个战争热度给它拉上去了。想要刷热度，我们只能正当化一些大型国家，但是我现在正当化美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正当化德国的话，打完波兰之后正好打一下德国，所以小胡子应该就是最佳人选了。大家闲得无聊，也可以正当化一些别的国家，主要是为了骗英国人保读。毕竟热度超了25以后，英国人是必然会保读波兰的。这样我们打完波兰就不能进入谈判界面了，反而要连着同盟国一起打。那就得等我们彻底消灭德国之后再打下法国了，比较费时间，不过也无所谓。现在正当化德国要345天，也就是大概1年之后，到37年的11月份，我们才可以对德国宣战。这个时间点，波兰应该也已经消失了。打一个37年的德国应该是非常轻松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做得到啊。这边的操作和之前一样，把这个前线的部队给它粘住，然后我们其他部队全部跑马，解除一下失分配任务。一点一点的分。好，这样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拿下了，我们都不用改这个速度的。这边后面又看到一个部队，不过他没来管我们，那就假装没看到吧。哎，这个部队粘到了，先不管他。好，这样的话再往上走。前期大家的部队都不多，所以只要粘住前排的几个，我们就随便跑了。这个版本我是不太推荐跑校长的，因为蠢驴改过了 AI 操作的逻辑。AI 现在的反应会比之前快好多，跑校长比较折磨。我们可能要弄成个2速，一步一操作了，那个太难受了，对大家都不太友好，所以我们就暂停了这个跑校长的环节啊。好，大概再这么随便画一画就差不多了。
他这个战争分还是要慢慢吃的。好，很快就拿下了这个3马啊，也是全吃。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就和苏联接壤，应该更容易加一下阵营的。现在还差40分，可以改善一下关系。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可以把部队全部拉到波兰边境去了。毕竟有军通的，可以直接全部右键过来啊。待会儿再排。我们这个位置不用担心待会儿被日本打，因为日本没有我们的宣称，他只能打校长。可以先让校长和日本切磋一会儿，等我们在这个欧洲念级结束啊，回来再拯救一下校长。接下来的国策我们就直接消 debuff 吧。本来是可以点右边的线路拿工厂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确保河内交通线了，所以就算了。当然，这2个民工也可以先拿着，毕竟这个工厂是不嫌多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不用造太多枪啊，主要还是以这个火炮为主。好，逆天的事件来了，这也是我最搞不懂的一点，就是我们明明正当画的是波兰啊，但是热度超过25%以后，英国第一时间保读了校长。实在想不通这个英国人的脑回路啊，他是这么怕我去打校长吗？英国如果保读校长的话，后面可就复杂了。我们可能待会儿打英国的时候还要连着校长一块打啊，希望校长不要加入同盟国，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就不用再守家了。这边我们就先把这个有勋章的骑兵师留下来吧，其他的感觉可以删了。我们一共12个师打一下波兰应该是完全打得过的，也不需要填线。反正苏联人会帮我们填啊，我们直接全部转成守备部队开始训练吧。刚开始的政治点数可以优先改一下这个广泛征兵，先把 debuff 给它消一消，然后情报机构这时候也可以建了，毕竟我们后面要做一些合作政府的。算了，先不建了，感觉用情报机构的话，对于盟星来说会更复杂一点，我们就玩的简单一点好了。这边出现了校长被抓捕的事件，我们这边最好还是选择直接结盟。这样的话就会创建统一战线的阵营了。虽然我们也会加入统一战线，但是我们是可以选择立刻退出的。让校长组统一战线主要也是为了防止到时候这个校长被拉入同盟国啊，这样我有点难崩的。可以看到，在我们没有改善关系的情况下，到了37年6月份啊，这个苏联基本上就能接受我们加入阵营了，可以再等一等，待会儿日本宣战的话热度会更高一点。突然想到了，理论上我们是可以最快速度对法式好拿到这3个军功的，因为我们之前可以进校长的阵营啊，先把军功拿到手，我们再退阵营应该也是做得到的。还是我有点疏忽了，这3个军功在前期可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个线路还是有待研究。好，这边我们就先加个阵营吧，这样的话就可以划线了。直接12个师划到这边来帮苏联打一下。苏联前期的部队是非常多的，他打波兰应该轻轻松松，我们主要是帮他打一个突破口。这个时间点我们库存里面是2000条枪和300多门火炮，可以把这个编制改大一点。这个时间点不用太在意宽度，我们主要是优先把所有装备用完啊，物尽其用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科技可以研究防空炮或者坦克了，毕竟精盾和防空前期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如果比较穷的话，还是优先把这个什么建造速度拉上来比较好。到了这个37年的7月份，日本准时对校长宣战了。不过可以看到，这个英国并没有进战争啊，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帮校长建了个阵营，把英国的这个保读给他卡掉了，这个就有点尴尬了。本来还以为英国能去帮一下校长，不过现在这个点校长打日本应该非常轻松吧，我帮他把最不好守的一些地区全给他卡住了，
日本没有我们的宣称，也不会主动进攻，校长只需要守着一小块就行了。我们多的政治点数可以先安排一个步兵大师，这样打的话会轻松一点。战神经济的话，我们有空再开吧。这边我们开战前先把部队放到明斯克附近，这个地区补给比较多。我们在这边打的话，可以先冲一下维尔诺，把上面的波兰部队给它包掉。多的经验值可以先点这个四刀之风，待会儿改编制的话能省一点。其他的点不点大家自己看着办啊，可以留着点学说。这边直接对波兰宣战，拉上盟友。英国因为保读过校长，所以他的点数不够保读下一家，到现在都没有保读波兰。那我们就直接拿下了。这边集火一下吧，应该是打得动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要把波兰这个部队给他顶走了，还是挺耐打的。如果我们待会儿德国的宣称造好了，可以提前宣战一下，反正德国也进不来。不过也有可能德国把波兰拉进阵营啊，因为我们的部队是装了炮的，所以勉勉强强还是能打得动波兰的，不用太着急，慢慢磨，总是能磨过去的。慢慢就给他部队都包了，这边可以牵制他一下。总的来说，打波兰比前期打校长应该轻松很多吧。这边追一下逃兵，再牵制一下。这样子上方的波兰部队就全部被包完了。这边可以再回头包下去，不过苏联部队已经过来了。接着往前走啊。我们主要是靠这个采地来刷分的，获得的战争分越多，我们待会儿能吃的地越多啊。主要还是先把波兰前线的部队给它包掉，这样的话我们后面也打得轻松一点。他这个部队居然没有被控住，那我们可以撤退一队去控他，也没控到，搞笑了有点。凭什么他这个部队可以乱动啊？和我一样玩技巧是吧？那就随他便了。好，经过我们主力师一段时间的向前撤退啊，总算是撤退到了华沙。
这边再讲一下坐火车的技巧，就是当我们移动的时候，按上 B 键就可以切换这个战略部署的状态。当我们这边变成这个火车的铁轨，那我们就可以坐火车过来了。为了让我后面的部队快速到达前线，我们是一直在按 B 的。接下来就是再跑几个点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分数并不是很高，现在这个占领分并不多啊，主要还是陆战伤害。这边看一下苏联给不给我们地呀？给地的话，可以先拿他的地造点装备。啊，苏联还是接受了，那我们这边直接开这个解放工人，这样的话军工会多一点，可以多刷点装备出来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向前撤退太赖了，也可以选择跟着苏联人平推啊，其实分数是差不多的。我主要是比较着急啊，想快点结束战斗。接下来波兰人的部队应该全被控在前线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跑地了，最快速度跑一下吧。新手还是尽量多画线，画线的话操作也简单一点。我们这边已经通过接管占领区拿了不少波兰的地了。如果不想把这些地给苏联的话，可以先不打，我们现在这边用这些抢到的军工造点装备。当然打快一点也好，让苏联少刷一点分，我们待会儿能多吃几块。这个版本比较麻烦的就是根本骗不到装备啊，要是能多要一些装备来的话，我们会好打很多，但是大家都很穷，这个就没办法了。好，我们最后通过采地一共拿到了85分，这个分数还是比较少的，可以选择傀儡波兰，也可以选择直接自己吃。简单看了一下，好像只有华沙这边的军工比较多啊，那我们只需要吃这2块有军工的地就可以了，其他的地吃到手也没有用。当然也可以吃一些资源回来。这边先跳过一轮，我们把华沙先吃到手啊。苏联人只想要白俄罗斯，华沙应该无所谓的。然后就是格丁尼亚了啊，这个是德国人想要的。这边弹泽也可以吃一下，分比较少。啊，这苏联要和我们抢，那就没办法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也不给吗？我只要格但斯克呀！和苏联硬抢了几轮，总算是抢到了，剩下来的地我是吃不了了，那就确认并退出吧。这边波兰是直接被苏联改了政体啊，变成小弟了。那我们还可以找他要这个驻军援助。接下来就是进攻德国了，因为篇幅有限，我们就到下一集再讲吧。这边的军工可是实打实的军工啊，我们现在10个军工也够用了。好，我们今天来录一下东方的神秘势力啊，这个也是粉丝定制的。他的要求很简单啊，就是在我们不跑马校长的情况下，和这个校长合作抗日之后再成为酋长啊。关于这条线路我之前出过，但是这个粉丝就想看我打一把酋长，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玩一下。我们这边还是经典的老套路啊，就是开局不点国策，直接存政治点，把周围这几家能灭的先灭掉，毕竟他们这个是核心领土，尽早打到手上，我们就能尽早拿到这个军工。科技方面的话，主要还是把这个火炮给它研究了，然后再研究一个防空炮，我们后面好做这个中防空啊。这几个科技都挺重要的，反正就一个一个研究。开局不着急的话，可以先把这个产能给它提上来。关于这个科研速度，如果大家不着急的话，可以晚一点点。就这个无线电比较重要，其他东西其实我们暂时用不到，所以可以提前先把这个火炮给它点了。点数够了之后，我们直接正当，最快速度把周围这几家全带走啊！
左右两家都开始正当化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点国策了。国策的话，主要还是先把这个稳定度给它拉上来，防止我们到时候爆一些不好的事件。然后就是开科研槽，这边正当化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宣战了，然后再正当化下一家。因为是这个收复核心地区，所以正当挺快的。关于这个宣战，当然是越早越好了。比如我们现在才5月18号啊，这个 AI 只有2个师，我们打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可以直接把它跑掉。如果需要攒经验的话，可以拿这个 AI 刷一会儿经验。不过我们这局不需要跑马，所以就没有必要去攒经验了。这个部队可有可无的，我们甚至可以现在就直接造一些这种便宜的部队。想快速出部队的话，直接开这个最高优先级就行。到了8月5号，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左边这家了。这边也是直接宣战啊。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正当化一下左下角这家，但是因为它这个正当化要的时间太长，我们来不及打，所以就作罢了。这边也是很简单的跑一下左边就行了，把这个部队找一块没人地，我们直接放出来，然后开跑。这边我们和苏联签了一个互不侵犯，主要是防止这个苏联派志愿军。不过现在这个版本应该不太容易派了。这边国策我们选择的是察境，这个选什么大家自己看着办。我一般都是选右边这个，因为左边这个对我来说提升的意义不大。到了这个10月15号，我们就可以对左边这家宣战。目前我们这个冰箱里面还有4个师没有放出来。直接宣战，然后找一个空的格子把这个部队放出来，我们再次开跑。这局没有造这个一营旗啊，直接就用步兵师跑，其实都一样的，毕竟这个 AI 没有部队，我们几个师牵制一下就可以了。徐德师从侧面绕过去。如果大家玩的不是很急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刷勋章或者刷将领的。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个师有这个勋章了，待会儿是可以颁发一下的。啊，这边主要有用的这个勋章就是这个杰出服役勋章啊，给我们减15%的补给，这个有点逆天了。然后下面这个英雄勋章10%的 HP 也是很猛的。具体刷勋章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逮着几个这个首都来回踩就行了。打到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挂机了，因为已经到这个37年1月了，还有大概不到7个月我们就要开战了。在开战之前会有随机一个军阀去把这个校长给他逮捕啊，逮捕之后我们就可以建这个统一战线了，然后我们再去帮这个校长防守。目前我们一共有17个师，这个部队其实已经够用了，毕竟我们这个装备产的比较慢，所以先不着急扩编，先用这17个师帮校长守一下。关于工厂怎么分配，我们主要还是以造这个炮为主啊。枪的话，待会儿应该是能找一些人要一下的啊，要不到我们再造枪。
这边我们的这个工厂不要闲着啊，赶紧把这个铁路给修过来。虽然我们没有火车，但是赶紧把铁路修过来。然后科研的话，可以考虑先研究一个火车了，毕竟其他东西也不是很重要。等这个计算机研究好之后，我们立刻来把这个火车研究出来啊，不然我们待会儿是没有补给的。多余的政治点，我们先上一个奇才。废除地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点这个政治线了。我们还是走这个比较正统的中间线啊。这边走完之后，我们再去点右边的这个邀请外国投资者。关于这条线没必要点，因为它这个我们不点，到时候校长也是会和我们结盟的，所以点了也是浪费。如果我们一营师造的比较多的话，是可以派志愿军过去吃一下黄金的，但是我们前期工厂太少了，这个黄金作用不大。而且我们待会儿也不缺这个陆军经验刷，所以也不着急派这个顾问去吃经验。这边还是简单把能改的都改一下吧，主要还是先把这个征兵法案给它改了，我们没必要开这么高的征兵法案。然后是这个经济，待会儿可以改成这个重视出口，毕竟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资源啊，我们甚至可以开自贸。好，这边校长就被逮捕了，我们这边可以选一下，这边应该直接结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也省得搞那么多了。这样我们直接和校长变成盟友了，看看要不要把铁路修过来。他这边有铁路了，那我们连铁路都不用修了。关于帮校长防守的思路，我觉得我们守不守他自己都守得住啊，我们就把自己这块地守住就行了。校长部队足够多的，到时候就看哪里被登陆了，帮他把这个登陆的部队吃掉就行了。这边我们炮造的已经够多了，可以先给这个主力师装上，主力师换成这个红心标志。先放2个炮兵，前期不太在意这个宽度问题，给它改成这个步兵单位吧。毕竟我们开的这个汉化的部队番号，全看成这个守备军，看的不是很舒服。好，到了37年的7月就开战了，我们这边会被招进战争啊，我们直接加入好了，就不浪费时间了。反正我们这条防线肯定是守得住的，这个不用太在意。主要是校长这边他会一直狂推，我们可以派一个军事顾问过去吸一点经验，毕竟他这个经验拿了也没有用。如果感觉校长守不住的话，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后面用来守港口的部队啊放过来帮他堵一下。我感觉校长应该是守得住的，但是我们过来蹭点经验也无伤大雅，毕竟他这个不缺补给啊，缺补给我们就拉走就行了。现在我这个火车需求竟然是0，待会儿要火车的话，等我们研究好之后去强点火车来就行了。这个整顿风纪点完之后，其实下面这几个不太重要，我们可以先去点右边的这个邀请外国投资者了，看看能不能跟这个法国要3个军工过来啊。他这边国策是给我们增加3个地图外军工的，我看看能不能要。然后先开一个总动员吧，我真的绷不住了。他明明只是北京掉了，他直接把花园口给决堤了，这个蠢驴设计的是真的有点逆天的。哎，真的服了！早知道早点把部队放过来了，也不会出这种事了。现在我们这部队过来直接缺补给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明明是在这边洪水泛滥，导致我们前线缺补给了，我有点绷不住了。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火车的问题，把这个火车研究好了再说。因为这个国策要和法国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先改善一下关系啊。等这个关系高了，说不定就能把这个3个工厂要到了。火车好了之后，我们直接征用民用火车。这个火车要到之后，我们补给就满了。现在这个红色势力给我们捐枪了，看看能不能再要一点，毕竟比较缺这玩意。这个唐土瓦是没有的啊，苏联也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了。炮有没有啊？炮也没有。关于这个日本 AI 是有设定的，如果玩家来玩校长的话，他会提前登录，但是校长是 AI 的话，他就不会提前登录了，所以前期不用着急去守港口。我们防空炮研究好之后，可以直接开始做这个中防空了。不过这个低级的底盘可靠性可能有点差，如果需要提高的话，可以塞一个这个湿式弹药架，但是会加这个造价，这个大家自己看着办。我感觉勉强可以用啊。
这个版本日军还是挺能冲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影响啊，毕竟我们的工厂在下面，上面被他拿了其实无所谓，这些地本来就是引诱他进来的。我们现在上一个陆军大师啊，加一下攻防。学说的话不着急点，可以先上一个你死我亡。这局学说就玩人海了，没什么好说的，毕竟这个人海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人力多的国家。这个对法师好点完之后，立刻确保一下河内交通线啊，这3个军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毕竟我们本身就只有8个军工。我们这边直接摊一点啊，直接开自由贸易，把我们这个产能先拉上来啊，毕竟我们自己没有产任何资源的。好，这个河内交通线点完之后，我们这个军工又多了3个啊，这个3个军工可太重要了，我们赶紧多拉一点炮和枪。现在开了自贸之后，资源也不是很缺，产能倒是上来了。接下来的话，这个法国其实没什么好点的了。这边如果选择工兵部队的话，可以拿一个5点潜豪上线；如果选择这个军事特派团的话，可以拿25点空军经验和这个一个上将。虽然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但是白嫖的东西还是香啊！我来试一试，看看这个潜豪上线是不是真的给我们加了。这边闲的无聊可以开个间谍，但是我对间谍不是很感兴趣啊。我们可能造出来也就是放2个在这边压一下计划值。好，这个工兵部队点完了，我们确实获得了这个5点堑壕上线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部队，它这个堑壕值还是0啊，不知道到底加到哪儿去了。正面的部队有没有加呢？也没有加，那可能就是当我们有这个工兵连的时候会加。我们现在库存里面装备已经很多了，再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部队全部改成这个7步2炮1中防空，就可以开始反推了。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儿吧。我是没想到校长北京调的这么快啊！如果早点过来帮他填线的话，他就不会调北京了。这个大家如果不想丢地的话，可以早点把部队拉过来。